关羽是三国时代蜀汉的武将。关羽由于他在民间忠义勇武的形象，被尊称为关公、关二爷、关老爷。在群英荟萃的三国时代，不比关羽逊色的武将和帅才也不在少数。关二爷是如何从群雄中脱颖而出并踏上神坛呢？作为民间神话人物，关羽信仰遍布各地，是最多祠庙的中国神明之一。关帝庙不仅遍布中国本土，且延伸至蒙古、满洲、西藏，而朝鲜、越南、日本、琉球都有供奉关帝的庙宇。关羽最初的评价来自于24史之一的《三国志》。关羽传在正史《三国志》中不过900多字，关羽的评价也不是太高，有褒有贬。稍后几个朝代对他的评价，这评价可说是还在凡人的范畴，并没有太过超纲，出现过分拔高甚至神话的现象。关羽的成神之路是从隋唐开始逐渐被神化，被民间尊为关公。后来的朝廷也不断给关羽加官进爵，汉封侯，宋封王，明封大帝，历朝加尊号。隋末唐初北宗禅的祖师神秀，梦见关公提刀跃马，于云雾之中往来持咒，就以关公作为护法伽蓝。此后不少佛教徒据言遇到了关公显圣。随着佛教在中原的传播，不少佛教寺院也陆续设立了关羽祠，这是关公信仰的发端。在宋朝时期，山西谢州盐池传言有蛟作祟，宋徽宗请第32代天师张继先平息。张天师平息灾情后称是蚩尤作乱，幸得2位神将出力，其中一位就是蜀将关羽。于是关羽就这样被当时的朝廷为钟会供，后又追封至义勇武安王。金人亲宋后，关公斩蚩尤的神话在民间更加流行，关公的地位也日益提升。元朝时期，全真教和其他道教派系都融入了关公信仰。元末明初，《三国演义》传世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尊刘贬曹的历史价值观，关羽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丰满。民间还将《三国演义》改编成戏剧演出，其中关羽戏目非常突出，关羽戏愈编愈多，关公被赋予了极大的神权。到了明朝，更被封谥为3界伏魔大帝，神威远镇关圣帝君，以及真元显应昭明义汉天尊。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威显关圣大帝，崇为武圣，与文圣孔子齐名。很快关公就从异界五福变成了关圣、关帝，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神祇。实际上，历史上的关羽除了忠义和帅才，当然也有一些人性缺点。第一是刚愎自用，骄傲自大。在蜀汉这个团队里，除了大哥刘备和三弟张飞，谁也压制不了关羽。马超投蜀以后，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，获得殊荣。关羽不服，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。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，以顶高帽子，才使此意寝息。刘备为汉中王后，要用黄忠做他的后将军。关羽知道黄忠为后将军，与他同位后，怒说大丈夫怎样也不会和一个老兵同列，不肯受败。三国志评价张飞、关羽时说：羽善待祖武而骄于士大夫，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这句评价的意思是说，关羽和底层人士关系很好，却瞧不上那些知识分子和官吏。关羽刚愎自用，是导致麦城兵败的主因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曾批评关羽刚而自矜，连陆逊、吕蒙也是一致的评价。这里先回顾当时关羽的情景。吕蒙使出白衣渡江之计，让部下都扮作成平民百姓、商人的服装偷袭。南郡守将傅士仁、糜芳先后投降，吕蒙进驻南郡，安抚关羽手下的士卒家属，并与陆逊配合，切断关羽归路，并成功将其擒获。
当时虽然关羽有向大哥刘备和在上庸的刘封、孟达求救，但因为西川到麦城万里迢迢，救兵无法及时到达，刘备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而刘封和孟达那里，因为关羽之前不许刘备立作为养子的刘封为世子，招致刘封的嫉恨，再加上孟达的挑拨离间，最终刘封、孟达见死不救。关羽突围的过程中，吕蒙认定关羽兵少，不会从大路逃跑，麦城正北有小路，关羽必从小路逃跑。而关羽本人确实准备要走小路从麦城突围。关羽部下王府劝谏道，小路有埋伏，应该走大路。可关羽仍然是本性不改，说就算有埋伏，我还怕什么？于是关羽令王府、周仓率100人左右守住麦城，以牵制吴兵，而自己和长子关平、赵累率200人从小路突围。最后关羽确实在小路遭到了埋伏，赤兔马被绊马索绊倒，最后被潘璋部下马忠所擒，长子关平也被擒住，上演了关羽败走麦城的千古悲剧。综合以上信息，关羽的兵败主因不在于刚愎自用，谁能想到国舅糜芳，也就是刘禅的舅舅都会投降，而之前孙权、东吴是还在被挨打的角色，怎么突然反转来埋伏了？第二点是好色。据说关羽与曹操合力生擒吕布时，居然找曹操反复索要吕布手下秦一路的妻子杜氏，当然最后没能得逞。当时曹操答应了，可是关羽3番2次的请求引起了曹操的怀疑。城破后，曹操见到杜氏惊为天人，就自己受用了。关羽虽然有缺点，但是由于民间普遍对关羽的英勇忠义进行了夸张的渲染，使得败走麦城成了关羽生涯中唯一的一处败笔。而这处败笔是与优点相比，而性格上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关羽的勇武不仅让他被神化为武神，他在明朝末期开始还身兼多职，兼职武财神。一方面是由于民间的传说，关羽在投降曹操期间，由于曹操想挽留他，钱财大把大把的送，在老百姓的嘴里逐渐演变成了上马一定金，下马一定银，就此让关二爷成为了多财的象征。另一方面，关羽是山西人，而晋商富甲天下，纵横四方，就把家乡的英雄关二爷当成保护神。商人做生意，信用和义气最重要。关羽作为信义神，理所当然成为商人之间建立信义契约的符号，表示自己行商信义为重，童叟无欺。在晋商遍布全国的会馆中，关帝庙是必不可少的建筑，关公的忠诚信义更融入到了晋商的骨血中，成为他们所倡导的美德。在晋商的影响下，其他生意人也纷纷仿效，关公也就成了公认的财神爷。实际上，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造成的，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。君主要求臣子于诛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这句话充分映射出统治者对臣下的需求，以关羽作为忠的化身，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。头文字 D 电影有一句台词，神也是人，只是神做了人做不到的事，所以被叫做神。虽然关羽也做不到神才能做到的事，但关二爷的忠义确实是做到大部分人做不到的地步，所以才被朝廷鼓吹，而后渐渐被民间神化。揭竿造反的草根则主要取了他的义，其中也划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。其实再深究一下，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。如果造反成功，大哥做了皇位，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。当官的供奉关羽，是指望他保佑自己仕途得意，官运亨通，
商人们将关羽供奉为财神，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，财源旺盛；百姓崇拜关帝，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活平安。从始至终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不同阶级需求也不一样。关公的神话崛起之路，不仅是代表一个历史人物，也是将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民族精神典范。当然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关羽的精神还是需要事事变通。过去统治者所提倡的与众不符合现代的价值观。无论如何，关羽的精神始终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留言下来。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。